眼前这只棉花糖般的博美正壮着胆子向训犬师示威，因为他之前每次张牙舞爪对人类威胁都得逞了，没想到训犬师却将计就计，装作十分害怕的模样。博美见他被自己吓唬住了，心里一阵窃喜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自己早已中了训犬师的圈套，让他彻底结束了在家作威作福的时代。原来5岁的卡斯最擅长用可爱俘获人心，毕竟谁能拒绝一只瓷娃娃般的小狗呢？不过这种娃娃脸是最不好惹的，除了母亲之外的所有家人都遭受过他的攻击，他会如一头史前巨兽般疯狂展示雄威，只不过除了弄人一身口水，倒也没什么威胁。有时候他还会把自己当成女主人的孩子，就连小儿子靠近他也会来场双子夺嫡的戏码。为此他还拿出了丛林之王的威猛气势，每次都会以他拿下嫡长子的地位而告终，小儿子只能无奈地用微笑来掩饰尴尬。不过身为妈宝狗的卡斯并没有就此罢休，他总会试图用拜拜的方式击退每一位来客，用零下105度的眼神盯着对方是他的特长，无论是谁想靠近母亲，他都会将其视为死敌。母亲走到哪里，他就会在那里化身忠心护卫。在卡斯漆黑的眸子里，你只能看见他对主人深深的爱，这跟养了个孩子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不过小儿子为此可是吃尽了苦头啊！每次出门，卡斯都像头降驴般十分不配合，他傲娇的小眼神里充满了对小主人的不屑。最后这场散步只能以失败而告终，而母亲出门上班又对卡斯是一场煎熬，他的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出了门的主人。卡斯会用板压趴的方式正对着门口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缓解他等待时的焦虑。小儿子实在拿这只妈宝狗没办法，只能带着他一路狂奔去找上班的母亲，而见到主人的他都快把嘴角咧到耳根了。不过随之而来的却是他护主心切的警戒，同事大叔成为了他要对抗的假想敌。他露出锋利的犬牙，把狐假虎威表现到了极致，直到对方离开他才会换上人畜无害的表情。其实3年前大儿子入伍后，母亲心中总是空落落的，而从那时起，卡斯就成为了一种替代品。母亲把对孩子的爱都倾注到了他的身上，但这却导致卡斯对母亲越来越执着，甚至丈夫在身边他都会怒气冲天。夫妻俩晚上几乎没法在同一房间共处，就连儿子想回房睡觉都得经过他的允许才行。看来帮小儿子夺回母亲的重任就要落在训犬师身上了。当江训进门后，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跟他吐槽，因为在自己家竟还要时刻受到卡斯的监督，这让父子俩心里总是憋着一股窝囊劲儿。江训表示，一般攻击性较强的狗狗都会攻击阻止他的那个人，但卡斯却恰恰相反，没有对母亲进攻。他觉得他的大吼大叫其实是在虚张声势，只不过为了掩饰内心的脆弱而已。至于卡斯24小时都不能离开母亲的问题，因为大儿子之前养他的时候完全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所以江训认为是二者养育方式不同导致的。母亲经常会像抱婴儿一样去抱他，甚至还会一口口的给他喂饭，这实在有点太溺爱了。江训猜测卡斯和大儿子在一起时压力比较小，因为他知道男主人不需要自己保护，而母亲有时候可能比较柔弱，这会激起卡斯对他的保护欲，这也是由于母亲的表现让狗狗误解所致。江训说，刚一进家门他就感觉家里的阳气很重，因为男性特有的大大咧咧气质充满着房间，如果卡斯发动攻击，父子可能会很不耐烦，甚至有时候对卡斯的行为会很粗鲁，再不就会对他视而不见，这导致狗狗很难在父子身上感受到关爱，所以温柔的母亲在他心中就成为了唯一的支柱。也正是因为这种失衡，才让卡斯产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不过好在这类狗只要稍加训练还是能变好的。他首先要母亲改变的就是用手喂饭的坏习惯，24小时供餐对卡斯来说是一种奢侈。江训建议把餐碗放在阳台角落里，而且每天只要喂他1次就可以了。如果卡斯只是嗅闻没有吃的话，那就把餐碗决然的拿走，第2天再喂他。虽然母亲可能会有些于心不忍，但他也该让小可爱学学规矩了。至于卡斯经常会攻击父子俩的问题，他说因为家里大儿子和母亲的养狗方式不同，导致卡斯在成长路上出现了偏颇，所以母亲要少些怜爱，而父子们也要少些严厉才行。他让母亲挺直腰板，然后掌心朝向卡斯，如果狗狗撒娇就马上回绝他，此时做个无情的主人才是最要紧的。再加上母亲伸懒腰叹气是拒绝他的意思，卡斯就知道了主人不再需要自己的保护了。当父子轮班坐下时，母亲要站起来阻拦他，一旦他想追逐父亲，母亲就要及时制止。江训还告诉他了3要诀：不看不摸不说，只有这样父子们才有机会去关爱他。同时他也为男人们制定了特殊计划，他让父子2人把玩偶像小狗一样抱在怀里，现场马上就变成了一场男人们的教育课。他们要用最温柔的语气去哄怀里的玩偶，没想到这却让2个儿子害羞到了极致。江训这么做是想让他们把隐藏情绪激发出来，一旦家里其乐融融，卡斯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想法。他建议孩子们多和母亲一起吃饭看电影，只有这样他才能更好的对卡斯训练。当儿子们把母亲的内心空缺填满时，他才能彻底做到江训说的不看不摸不说。最后他让父子3人对母亲做出了承诺，狗统领瞬间化身为了家庭调解员。几天后他们又来到了江训的训练基地，母亲说他基本做到了江训说的3要诀，只不过卡斯却变得有些沮丧，总会躲起来，而他对父子3人的威胁也减少了许多。江训说因为卡斯曾经习惯了用吼叫表达情感，如今的不适应恰好是一个好的开始，只要坚持下去他就会慢慢习惯的。来到室外后，他让父子轮流给卡斯喂零食，
这么多年，母亲还是第一次看见卡斯对父亲如此热情。他会明白，原来母亲不在身边，自己也能感受到快乐的。从反馈视频来看，卡斯已经脱胎换骨了，相信这个家庭一定会越来越幸福的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